开始了，开始了，去吧。OK。他好紧张。如果我是一只龙虾的话，龙虾困住我的就是虾壳；如果我是大闸蟹的话，我就是被那几根草绳困住；如果我是只鸟，困住我的就是天空。如果是条鱼的话，我就被大海困住；如果是一瓶酒，酒瓶就把我困住。但是我是人，人被什么困？那首歌是大卫林奇的《双峰》，我几乎每天要听10几20遍这首歌，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是被这首歌给困住了。我想再播一遍，分享给大家听听。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故事，我也想用新的方式去看待那个牢笼，那个故事。我希望我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是人，但是也是其中一个叫人科的人。我有一种冲动去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对 ，OK， 我想我说的差不多了。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或者换一个位置，可能你就没被困住。好好听哦。确实，我要调整。而且透过这个耳机播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放歌挺酷的。姐姐哭了。那个不是哭，我觉得那个是被他某一个瞬间的某一个细腻的东西感动到我了。就是第一句话我已经把我拿捏了，他说如果我是一只小龙虾，我就是被这个躯壳困住了啊。我还在想，我被桃花坞困住了，我被桃花壁困住了，看见多俗气，多庸俗啊。最近他不是给我们2次同屋吗？
那我发现其实他有很细腻的地方，他也愿意观察你，他也愿意就是把他的智慧贡献出来，真的对他发生巨大的改观。他是个艺术家。本来要煽情的，但我一心不忍，我很容易把自己剪哭哈。讲述很酷，真的被天空困住。这个话题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沉重。我喜欢在笼子里待着，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觉得那样很有安全感。就是不出门，我可以望着天花板3天，我可以不下楼，我可以躺在床上。如果我不饿的话，我也不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笼子，我想了想，大概我就是这种不被定义的人，然后我喜欢进进出出。我不是一个专一的人，我没有长性，这点我可能跟我不知道，可能冒犯你啊，任科，我觉得这点我还是蛮跟你有同感，就是没有长性，喜欢尝试新的东西。人生就应该像水一样，去到任何的容器都可以变成那个形状。虽然这很难，但是我想我一直在试图突破，所以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那个自己，拍个电影，然后转身又去拍了电视，然后每一次转身都有人说这不对那不对，你这样不爱惜你的羽毛等等云云种种。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自己安静的待着，那比较好。但是我又同时这个极端的人，我又来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你看，我喜欢热闹，但是同时我又很安静。我的基因大概是悲观的，但是我一直非常积极的活着。好开心啊！加油，姐！其实老实说，我其实挺希望这个雨先暂时不要停。从小我是一个江南女孩，所以习惯了听雨打在屋檐上的声音，那是我一种安全感。但是突然间，到马上轮到我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它照在了我最爱的树上面。也许也代表着我此时此刻的心境。这是一个我不太想去讲述的话题。昨天晚上，佩伦跟我说，曾经我和他应该有一次合作的机会，他会扮演我。他和他的团队在把剧本创作完之后，突然间就陷入了纠结，因为他们当中需要描述一件事情，他们很怕冒犯到我。
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很多人都怕冒犯到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一起去参加一档节目，叫《爱的休学旅行》。刚刚开始，我记不住我们同行的嘉宾的名字，我就问我老公让他帮我记。我老公说，大家会原谅你。其实他只是无心的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我被冒犯。有一次，我当时的节目的 PD， 他问我，他说：“丹姐，我还能看到你拿起话筒吗？”我看着他，我说：“应该不会。”但是我被困了5年。因为在节目当时，我主持了一场非常非常小的当地的老乡跟我们举行那个欢迎会，我就是跟大家聊天，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主持。但是那个人很多人都说，他说：“朱丹，你知道吗？当你拿起话筒，你就在发光。”他说：“朱丹，我一定要把你身上那个光找回来，把那个我们大家都欣赏的那个朱丹找回来。”然后，我亲爱的奚梦瑶，她在一个重要的舞台上摔倒了。那个时候我很害怕跟她去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会觉得她一样局促，她一样恐惧，她一样会觉得被冒犯。但是她非常非常轻盈地说：“我摔倒了，我得站起来。”那一刻，我心满释放。原来有时候，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勇敢，所以才会经历这5年。但原来只要有一束光，只要有一份勇敢，其实推开那扇门，也并没有那么难，因为那扇门上本来就没有锁。这是我的被困和我的解放。谢谢这道阳光。珍姐，我们找机会把那个作品我们再搞了，好不好？好的。加油，姐 Thank you。下一个我，下一个是你了，好期待！加油，微微，一直在听着你的哦。就我感觉困住我的是我自己的情绪，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一点，我特别讨厌，我特别烦这一点。我奶奶过世了，她送给过我一个手串。然后有一次，我去我一个朋友家玩，然后我朋友的小孩把我手串给弄掉了，珠子洒一地。我当下第一刻的反应是跟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心里我很想抽我自己。我觉得自己
不孝顺。我无数次夜里，一想到这个场景，我都会大喊一声。我也会真的，我会扇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下会说出那样的话，我对自己很失望那一刻。因为我感觉我之前我的面前是有一堵墙，我不知道该怎么有勇气去打破它。但我这次来桃花坞我很开心，因为在这里我感觉我有变化，也很感谢这次录制我加入了这个许昕跟智胜的这个组合坏蛋联盟，能改变一下我自己，所以有勇气去打破它。当然我在这里，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好，就是很感谢每一个人吧，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很好，所以我是希望我自己因为现在阳光普照，我希望我自己也是会有阴影的地方，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像前面这些大树一样，有开花也有落叶的时候，然后希望阳光照在我的上面，我会有很灿烂的纹路。最后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表情。谢谢。你在哭了，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但他不轻易表露出他的情绪，和他永远保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当下的那个情绪。当他聊他被困住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吧。所以我很开心看到思成跨出那一步。我觉得不管他会不会改变，但我今天至少让我的声音穿过了这面墙。我觉得对于我自我来说，其实算是一次向更好的自己去迈步。哎呀，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笼子的人。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给自己搭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我每次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就是会找一个墙角蹲在那儿，然后就是会感觉到踏实自在，有依靠。墙角就像是保护着我的笼子。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自己老觉得老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少到不值得被认真对待。
就还开始讲，然后我妈就一直让我找工作，然后家里因为各种原因也欠了钱，然后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挣到的钱就要给家里，然后工作贼不顺利，就感觉自己做什么也不太行，然后身边也没有朋友。所以说我每一次这种时候，永远是自己找一个墙角。我妈妈也没给我过过，然后也没有朋友给我过过。然后小辣给我安排了特别温馨、特别让我觉得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生日。然后我那天晚上跟雪琴，我俩聊什么不知道，但我给雪琴说了一句：“我说琴子，我真的好爱你啊！”琴子回了个：“圣子，我也特别特别爱你。”有一回，有一个大哥认出我来了，他要上来，因为他喝了酒，就动作比较粗鲁，但龙哥挡在了我的前面。我觉得他比我更危险。但是他挡在了我前面，好多朋友都是在认认真真的对待我。我就是觉得我的笼子里开始人来人往了，我的笼子里开始有朋友愿意陪着我，我也愿意打开笼子跟他站在一起，或者是邀请他来我的笼子里做客。现在这个笼子里都是我的一个个的最好的朋友们，最好的、最认真对待我的人。所以说，我想分享给大家一句话：你永远会拥有无缘无故的爱，你永远值得被这个世界认真对待。谢谢大家。哎，志珍送给你。哎呀，谢谢。我觉得圣子每天在这里插科打诨的，然后乐乐呵呵的，好像每个人都看着他，他都很高兴。但其实他心思是很细腻的。因为哥哥落泪了。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当下不会说什么太肉麻的话，但是一提到我给他过生日那一段，我也一下子非常的感动。哎呀，就是看他就是很心疼。哎呀，我初中的时候救过一只流浪狗。有一天晚上我放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听见有一个声音从学校停车场的仓库与墙壁之间的缝隙中传出来，然后我跑过去看，是一只黄白相间的狗。我看到它被困在那里了。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办法，用棍子勾呀，爬到墙上去抱它呀，
最后想了很多办法，把它从那个缝隙里面给抱出来了。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水和食物，然后我就开心的回家了。我觉得，哎呀，把他救出来了，他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放学，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我又跑到那个昨天我把流浪狗救出来的地方去看，我发现它又在里面。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它不是被困在那里的，是它选择的那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它叼进的一些旧报纸、一些旧纸箱。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后来我就升学了，我也没有再见过这只狗，我把它也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我也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大人。所以有一天我又开始焦虑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这只狗。我突然意识到，没有笼子，这个世界上没有笼子，只有一个安全的房间和一道虚掩的门。我想进来就进来，我想出去就出去。我之所以焦虑，就是我这个人爱焦虑，一焦虑我就有安全感。如果我3天没焦虑，我就非常痛苦，我觉得很不安全。在我想到这只狗的那一刻，这个我的世界笼子不存在了。我在那个安全屋里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当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安全屋里待一会儿。等我休息好了，我再推开门，去那个惊险刺激的真实世界。当然了，我现在待这个地方，也是一道虚掩的门，所以现在我要出来了。愉快不？说得好。又读维特根斯坦了，挺哲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辣。录制的第3天的时候，志胜忽然给我发微信说：“你心情还行不？这次感觉有点累。”我特别震惊，因为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掩饰得很好，我一直在让自己很活泼，所以我一边感叹胜子细腻的内心，一边回顾自己最近明明是在休息，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疲惫。直到这次桃花坞给了我这个被困住了的主题，我刚好借这个机会认真思考，剖析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可能是被自己给困住了。因为作为公众人物，难免会有被误解的时候。当误解发生时，我内心非常的着急，我很想去跟人家解释，但是语言是很苍白的，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无辜的人，那么我就会选择闭嘴。但闭嘴后呢，这股负面情绪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它就是憋住了。它会在某一刻遇到一个刺激就失控了，然后又会造成新的误解，又伤害新的人，陷入了死循环。我一直在反复琢磨，我反复犹豫，我在后悔，我在挣扎，我在给自己制造恐惧，制造痛苦，把我给耗没电了。而桃花坞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有15个人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乌托邦里面。其实你去细想，我们在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假的，都是我们造的。但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是真的。我说不清是这几天哪一刻给我充上了电，可能是跟琴子、胜子一对视的时候，就懂对方心意的安全感；可能是蔡姐愿意跟我这个新朋友敞开心扉、自我剖析；也可能是有一次跟猪猪姐在饭后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心态的一次探讨；也可能是跟
弟弟一起安静的勾毛线，可能是跟辛辣菜粥积极、沉浸、和谐的去准备表演，也可能是我做了馒头，大家都夸它好吃。原来我自己给自己建造的牢笼是不堪一击的，只需要我的朋友们轻轻一掰就可以把我救出来。桃花坞也见证了我从辣妹到辣姐。那今天辣姐想说，桃花坞也见证我自己从我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吧。辣姐说的真好，真的假的？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然后我今天突然想到，我觉得我好像是会被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困住。就是我想象中的自己，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非常的 easy come easy go 的人，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然后有一天，我跟辣，我们在房间里聊天，我说今天在某一些环节的时候，我感觉我有点太过较真了，然后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因为我不想我这么的强势。然后辣看着我，他说没有啊，文静。他说我觉得你很好。对不起啊，这个时候确实煽情了一点，但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他说文静，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你很好。我看到的是你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那一刻，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就啪就飙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哇，就是我等待的回答可能是，你是不是有点敏感，或者你是不是有点焦虑，或者是你是不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但是他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我说辣，我说你知道吗？我感觉你好像，就是我把自己袒露完了之后，然后我从天上掉下来，你就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稳稳地接住了我，让我好温暖，好有安全感。我就好爱他呀，当时那一刻。他说：“所以文静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有缺点的人，你可能需要找到的是一个喜欢你缺点的人。”我说：“好像是哦，就是当我可以不让自己成为我喜欢的样子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能够包容我成为各种样子的人的朋友站在我的身边，给了我这样的底气。”在桃花坞的过程中，我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要强大，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次释然。不要再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push 自己了。谢谢你们听我讲了这么久，谢谢。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叛逆，然后跟人家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被什么困住了呢？想了一下，就是被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想法困住了。那又如何呢？我觉得。我觉得我作为运动员，失利是我们最大的困扰。但是，当我来到桃花坞，得到了一个许三多的这个称号，非常释怀。我觉得我胜负欲一定有，但是我是可以接受输，我和大家在一起快乐就好。今天说这个困住，其实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被困住，
可能被困住也只是一时的，因为日子总会往前走，然后事情也总会解决。所以像体重也是一样，他会瘦，他后面也会胖。来桃花坞的时候，自己作为喜剧演员觉得，哎，应该要搞点节目效果，但是又搞不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说行呗，就这样呗。”然后选房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我，但是我摁了 no， 我心里很愧疚。那个时候我也对自己说：“我说行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我挺懦弱的，觉得不够勇敢。我想让自己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更勇敢一点，而不是永远对自己说行了就这样。我很喜欢塞尔达传说，然后其实任可每天被大卫林奇的双峰困住的时候，我也每天被塞尔达的 BGM 困住。就希望自己，也希望你们，任何人吧，就可以勇敢一点。哪怕我们不是林克，我们不是为了塞尔达拯救这个世界，拯救这个海拉鲁平原，但也希望我们能拯救被困在那个平原的自己。就这样吧。今天天晴了。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我的希望，喜欢我的朋友，喜欢节目的朋友，喜欢看我们那一段的那些朋友们，其实如果在生活中你不是勇敢的，那希望你听我的话，去勇敢的迈一步。其实勇敢，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就开心点，是不是？没有东西能困住你，挺好的。哇，我觉得暂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把我困住。我觉得我今年20岁，所以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可能听你们说话就一直哭，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可能比较爱哭，觉得很感动。OK。对，我觉得，比如我的困住，可能是我现在被我一直哭而困住。等会儿把墨镜戴上，太丑。太可爱了。OK。说真的，我平常很会跟别人社交，很会跟别人聊天，但来到桃花坞，我确实有时候想的特别多，有点紧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是我出道1年以来第一次自己出来工作，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觉得我和周董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特别开心，我比较会有安全感的就是朋友。所以当我进谷仓，我发现微明不在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难过，但是我当下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而是等到我一整天下午都没有见到他，我在谷仓门口的楼梯看到他，我说微明你怎么在这？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好久没有看到你。我才意识到，其实我还是会在乎我身边，就是会在乎他们，对，所以我就有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跟他说，我觉得
他是我会愿意去分享一些事情的一个朋友。对。然后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再说下去。我突然觉得可以了。然后我想对我妈妈说句话，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希望我妈妈不要被我们3个小孩而困住，因为我觉得她应该要更多的去做她自己，做她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永远在为了我们而活。我希望她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她接下来的人生。对，然后母亲节快乐 ，I love you mom。很好，快薇薇道歉，快点给我们道歉，给这欧阳周董道歉。为啥？怎么了？为什么抛弃了欧阳周董，自甘堕落到坏蛋联盟？你们快把他踢出你们坏蛋联盟，同流合污了。是准备接反派戏了吗？来，我们那我们练手啊，体验生活。第一次见亲民投案的。到你了，到我啦！啊，就是我了是吗？对。天哪！天哪！这个话题其实从开始问我到现在，我都不太知道应该说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想。然后我最开始听到任科的那首诗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啊。然后后来又听到所有人的分享，弟弟全程都在哭，还有包括小董、易然什么的，把自己的内心，他们是一个很哀的人，都敞开。然后，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这么说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剖析自己？这些话应该都是我们对最好的朋友、最信任的人或者心理医生说的。我也想过，可能要把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挖出来，但是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后来又想说，要不然分享点有的没的算了，但是又觉得那就更没有必要了。所以我被这个话题困住。酷啊，姐！够勇敢，不愧是猪猪。太酷了！飒猪猪！太酷了，太酷了！他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可能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笼子，即使与大家不一样，也是非常好的。嘿，对，我老峰哥，好期待峰哥。我有幸最后一个发言，如果我必须站在这儿分享一些的话，那我聊一聊我的想法。其实我们每个生命都是哭泣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让我们想想，那一刻，也许只有降生的那1秒，我们是绝对自由的。从此，我们就开始被困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宿命。接下来，我们开始慢慢长大。
我们应该和我们身上的枷锁和牢笼和解。刚才弟弟说了，今天是母亲节。早晨，我站在我们的阁楼上面，看着远处的那个草原，我想起了妈妈。那是黄昏的时候，我妈妈癌症，她那个时候已经瘦到70多斤。我看着她突然间举起手，用手指指着窗外。窗外是青年路，那个时候车水马龙。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她嘴在动，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我知道，她解脱了。她真正的解脱了。她一辈子为我们操心，一辈子为这个家庭操心。在最后1秒钟，她的手慢慢的掉下来。那个时候我知道所有的牢笼都没有了。也许有的时候，一个牢笼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当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牢笼的时候，我们才有冲破牢笼的勇气。祝愿你们每一位开心快乐。志士哥，咋了？我也来你的小角落待待。都来我的小角落，小角落，都来我的小角落。这次变小角落了。嗯，哎呀，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挺好的，听他们就是所有前面的，有的挺，一句话2句话说不清，不足以表现一个人。你那个总结蛮好的嘞。其实困不困住不重要。我觉得我们都有，从来没有觉得被真的困住过。来风了耶！这里有风筝，我们去放风筝吧。你俩放吧。走。我也去。但我不会放，好，那你去，我也去。No， 虽然我也不会，但试试呗。来，我愿意为你而放。行，你为我而放吧。你们可别太感动了。来吧，朋友们，看看风筝有啥玩的。我觉得我只用写几个字就行了。对，就写几个字就行。对，就写几个字。一人一个是吗？我拿一个紫色吧。我写的加油做自己，永远坚定自己的想法。我写个名字。游戏人间。好了，够了。走。那边好看。
我们 Let's go 吧。那我们先走吧。没想到今天是胜怎么那么感性啊？我教他歌的时候，就昨天，我其实已经大概对他有这个了解了。就其实他嘴上嘻嘻哈哈，那是因为他要生存。其实他很敏感，所有嘻嘻哈哈的人都不是真的。是的，是的。但他内心还是个很暖的人。对，他会去注意到身边的人，就有一种淋过雨真的是为别人撑伞。对。静姐第一个就开始哭了，我当时想说，我没哭，流泪而已。哦，就流泪了。我觉得他说的好的那个任科，今天其实说的好的人还蛮多的。哇，那个董思成那个把我心疼坏了。对。哎，董思成他们去哪儿了呀？他们有的人放风筝，想起来。对啊。哇哇，那里超漂亮哎！哇，这边好漂亮啊！哇，这也太好看了！超漂亮的！哇，好美！去放风筝的时候，我会发现，走了几步，我们就迎来了一大片开阔的地方。我希望每个人的困境之外，都有那么一片可以去自由奔跑，可以去放风筝，可以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开心的一片空地。来来来，朋友们，我先测测风向。来。哦，对，哎。你跑吧。啊，对，可以，走。可以。行，放点线。飞姐，再这么收点线。你回头看看风筝，你一股脑跑啊！我被风筝线困住了。哦，打死结了。完了，打死结了，什么破玩意儿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妹妹。缠的再缠。一团乱麻。这个风筝线。啊！我看一下。啊！它是往这边绕，对吧？它套着这个。哦，哎，好了，好了，我的笼子又走出来了。谢谢你，我真的爱你，爱你。为我和来自奏响一曲唯一。再加我一个唯二。来唯二。走，往前走。不打扰你俩了，我走了。太离谱了！哎呦！喂，你帮我拿一下我这个风筝好不好？他教我打一下这个。你先拿这个放到头的。你都放头了都？啊，没了。我们只能放2手风筝。只能放别人施舍给我的。我们俩现在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像哈尔移动城堡，大姐。我好喜欢那个动画片，很像里面那个女主。不是，咱俩放起来的风筝，他俩在那谈恋爱了。你俩以后就代放风筝。我这个卡住了，不想玩了。你快帮来子放起来了吧，来子净解线了。行，我给来子放。我要操作，我教你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手拿的时候是这么着，看到了没？松绳是这么松啊，然后你觉得它风力差不多了，你先停一下，然后稍微拉几下，保证它这个绳一般都是紧绷的。你这样，你说的太复杂了，你能跑吗？可以。那你去那边，你到山那个地方，粗人，往复。你只要一直跑，你那都不用控制。我都没跑，我就跑起来了。你去那个地方，我们坐车那地方，往复。然后呢？我真是秀才遇上兵。你把技巧先教给我。你看，其实不用，你知道吧？你看慢慢这么放。你看跑干啥呀？它的上限就在这儿。然后后面呢？
后面就这么重复。好，我懂了。我要飞一个。来。行，可以了，可以了，快快来着，过来。松绳呀，你松绳呀。松，这时候松，你松呀，好，拉，别，对，跑，拉，跑，松绳呀，你松绳，松绳，跑呀，起来，嗨，啊，来的，还是距离，你前面跑太快，到那你又没有，因为他，我知道了，我再试一次，师傅，我已经有感觉了，这次必行。走，对，松绳，松那个，对，跑快，跑呀！好，再放，松绳呀！你松绳呀！来的，松绳！你松绳呀！松绳呀！你松绳！松绳来的，松绳，松点绳啊，来吧！为啥不松绳？卡住了！啊，卡住了啊！哎呀！又卡住了，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对，马上要成功了。来，等等，铲头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咱一定能成功。咱们今天这个风筝放不回去，不回去了，一定能行，一定能行，一定能行。他想放起，那我就帮他，最后放起来放不起来不重要，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想他不会有遗憾。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被认真对待，哪怕是在放风筝这件事情上，松绳的时候不是只松绳，也要让它有弹性啊。对，跑。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把这个风筝放起来，而是你在放纵的过程中，你发现一直有人愿意陪你放风筝。可以，松绳对，起来了，来的，哇，来的，这回指定行。哎呀，行，可以，加油！哇，行，卡住了，他卡住了，他怎么了？让你停下来呀！你别跑了，解绳，我给你弄。完了，走吧，别放弃呀！别放弃，咱放风筝，我手把手拉着你的手。要给我阑尾弄死。啊，对，你阑尾还有问题啊？对，算了，鑫哥，你这时候你就别往起放了，稍微照顾一下来人情绪。啊！兄弟们，咱们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可以了，够了。那开车走。我们这车正好也4个。你都睡着了？快点，快上车走啊，好困啊！你咋没去放风筝呢？睡着了。来哥，你真可以吗？我可以。走。那我们就跟着你们走了。没事啊。当一个司机开始说这种话的时候，就不太妙了。问题是更不妙的是，前车是周毅然，他开老快了。我其实也行。不用，咱不追求那个。对，我那容易晕车。晕不晕吧？才开5米。咱不着急，咱不用来着。咱不着急，咱不用来着。那个这玩意儿不用来着，不用，咱不撵的。这嘎录的那个啥，我知道，我就20迈。够20迈，够20迈，刚刚好，哎，可以。哎，这个路不好啊。是，不是我驾驶的问题。对，绝对不是你的问题，这路确实差。谁开都是这样，而且你们坐毅然那个车飞起来，更那个更吓人。车速快。对。
这是下阵仗呢。走啊！坚决不打伞。他们都回来了。吱声。哎，那不打伞啊？那不打伞呀？我们在淋雨。脑子千万不要进水。太姐啊！啊！快回去洗澡啊！洗澡，别冻着了。你干嘛去啊？回家。哦。跟他们走过来，差点走他们家。快！来。哎呀！你看我像傻子。哎呀妈呀！好爽。这个回去要马上洗澡，否则绝对感冒。我给你去洗。好吧。哇。你在做什么？在煮火锅。啊，你在这就在这吃啊？哇！吃豆米火锅，你吃过吗？我很想吃，让我洗个澡，赶紧来过来吃。好搞笑啊！厨房吃火锅。哎呀，我的妈呀！哎，我天哪！蔡女士啊，你就这么来了？没有伞，没有找到伞，我服了。黑伦啊，我觉得我们那个造飞机的可以停掉，挂个牌，然后打他下手。生意这么好。我今天生意兴隆。真的很舒服，特别是在这个天气泡脚。Yes。哎，你感受一下，我看很烫。哇，真好。你还要吗？你给我吧，姐，我来加。我感觉越泡越爽了，怎么回事？哎，你皮哥和谁在一块儿？我现在怀念我，因为你的心在那里等我，然后给我开瓶红酒。哦。现在是个啊！你怎么加倒那么多？没事，我以为可以。那边有凉水。没事。我给你稍微加一点。不行，现在加凉水就是浪费。太烫，加一点点。不行，我给你加一点点。别，就这样吧。我觉得它凉得很快，可以的。啊，你今天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我都绷不住了。哪一句？你说你被困了5年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小朋友突然间没有感受过被困5年是什么感受，就导致到现在，就这个事情在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不能碰的，就大家还是虽然这个事儿过去了，他们就很怕我还在那个里面。什么东西啊？就别问了。好，不好意思。没有，其实是 ，sorry， 因为我现在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事情。你搜一下那个前期，你自己上网一下，搜我的名字，搜一下丹姐，然后你再来聊这一趴。我现在搜吗？哦，算了，我并不希望再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看。所以其实今天我没有想在那个提那个事儿，我只是感谢了一些人拽我出来。但是你说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勇敢的。我们上次见的时候就已经是姐姐的时候嘛。对，已经走出来了。我觉得你就是充满活力的啊。就是因为走出来了之后，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会更加珍惜你第2次出发，那个很重要，因为只有你经历过第1步，你才珍惜你每一个往上扬。还是，虽然那个事情我不知道特别清楚，但我知道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好，挺好。我今天听到你这样，我很开心。丹姐，你也泡一个吧。我自己吗？对啊，今天是母亲节，你要奖励一下自己。哎呦，那你们应该每个人送一段话给我。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好收，孩子们收，并不想这样子当妈妈。有妈的孩子能泡脚。妈妈，哎，他好像这2天又长大了，我感觉。对，他这2天就是长大了，我2天不看着他，我就感觉错过了一堆。那洗澡去了，我们洗澡去了，拜拜。好，拜拜。小帅哥，今天是母亲节，给妈妈说辛苦了吗？你怎么这么乖呀，我们宝贝？今天是母亲节，你能让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吗？快给奶奶把手机。没啥事儿，就今天母亲节嘛。K 哥给你买的东西都收着了吗？好嘞，
先让那赶紧写着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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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天晴。real，就是俊杰风格。小董，你觉得我真实吗？真实啊。我不真呢。很真实，姐姐。我要是真实的话，我不会混那么久，因为我没有那么真，所以我才混了30多年。这假一点吧。我不假，但是我没有那么真。如果你很真很真，你势必在这个圈圈里面混不到这么多年。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理解猪猪说他不愿意暴露这些东西，因为你暴露的越多，你可以攻击的位置越多。所以我昨天我刚刚在路上，我觉得其实小董说的那个，大家都觉得哇，我心疼这个小孩。我更多的是不是心疼，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位置心疼你，我是觉得我应该鼓励你，觉得你最特别。就是我不喜欢提了问题然后不回答，就是人生问题太多了，应该要解决，而不是把问题留在那。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觉得你在那一刻你说出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觉得哦，我知道。但如果我是个女孩，我要是喜欢你，我就会攻击你，因为你心很软，你心软。但我生活中不会去说这些。当然，但是你这不是就全体知道，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可能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但是观众不知道，他们会给你解读的就是要么心疼你，要么伤害你。不是说所有的观众，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流向，有可能你的小朋友们全部都冲上来心疼你，这是一定的。肯定也会有攻击我的。对，有会攻击你，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应该把这个下文下去。但是现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有人愿意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那我觉得我这次参加桃花坞，这一次比上一次有一些改变。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好的孩子，真的。所以你昨天讲那个，我就马上知道，哇，以后要知道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没有，不要让别人有机可乘。就你，所以你说金姐你好真实，我不真实。我要真实的话，我早就被干没了。我没有那么真，但是我不假是真的。是，这大家都知道。我觉得昨天你说的话是在我觉得在防守。我是个防守型人格，我可以不说，如果我第一个说，我会啥也不说。我其实也是在有一点被带动的，我觉得多多少少说2句，而且我也告诉大家，我不想装，就生人，你如果是生人，你也勿近吧，反正我也不想就随便交朋友，你如果觉得我不是，你也别交我呀，因为我也不是个交朋友的性格，但如果你是，永远都会是。朋友不是天天要联系的，朋友是我一喊你你就在，我一喊你你就说，哎，我愿意跟你分享，那就是我需要说朋友是他对你有能量的，是有能量的，这个才叫朋友，不是相互关心，谁都可以真的假的都关心。所以我昨天我就讲了，反正我就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能理解。可以。你挺好的，你这小孩非常的善，你很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轮廓，要带刺的，就是该出手的一定要出手。谁不是金刚芭比？拿肉身出去搏要输的吗？要穿个盔甲。没事，反正我昨天。那个很好啊，因为我是觉得可以说一下，我之前没有这种说过的机会。大家教育你也是这样教育的，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个物件嘛。但是那个对你来说是个念想。但是你当时因为是个小孩，就算他不是个小孩，你可能也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就会一直纠结。这是正常人呢，说明你很正常，你活着。但有些人活着都死了，油的不得了，很烦呢，看着。哇，很油腻。这个好，
置入也对。这挺有趣的，我觉得昨天那个题目是有趣的。反正他那个一说完了以后，我马上没有反感这个题目了。我觉得你打了个好头，真的，雪琴那个位置又把气氛又搞好一点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会掉泪是惯性，并不是在某一个位置你很想掉泪。就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黑暗的地方，有痛的地方，有弱的地方。本节目由全新上市的经典4.0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4.0克鲜活乳蛋白，双倍鲜活营养。本次二手市集最重磅的环节——交换大会。我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小少女会喜欢的。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它对我一直来的意义就是我入门这个爱好，在这个爱好里面去拿到了一些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好有意义哦，好珍贵。在我有2个时期的时候，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支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你。谢谢。喜欢这个礼物哎！宇宙级别的浪漫。我只要带上这个，中国队就能赢。不要举手。哎，这个选我。竞争有点激烈啊，我太好奇了。哎呦我天哪！欢迎大家回到桃花坞。我第一个呀，让我来 ，Princess。这么沉啊！哥哥 ，Hello， 姐姐，哥哥们！哎呀，俩大妹子！哦，欢迎哥哥，欢迎子琪回到桃花坞。欢迎子琪，欢迎哥哥，欢迎咱俩。好吓人啊！你们还要用精力啊！但这只有001的差别。我没错，我可惨了。我要请律师。保持沉默。自第8期起，每周2、周3 12点 ，SVIP 更新正片上、中、下3集，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4中午12点加更新，还有会员礼包释放独家物料。每周5、周6中午12点 SVIP 更新衍生，扶持目标污名，屋里都知道，精彩内容响不停。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安静的床，落一束晨光。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刚好人海茫茫，我们正相望。我们飞。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分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看过的月亮。上微博参与50公里桃花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桃花坞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